卓越的营销管理从这里开始。你好，我是孙晓东。进入我们的第4部分，也是我们营销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技术环节，就是我们首开期的营销工作。那么一个项目是否取得成功，首开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经常开玩笑啊，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首开的工作占整个销售工里边的一大半的内容。只要这项目首开望销报销了，那么后续的续销工作以及2次开盘技术就很容易保障。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讲项目首开阶段营销管理人需要注意哪些内容。那么首开期阶段营销管理心得解析一共分为5节课。那么第1节课就是开盘计划的制定。老师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们的营销工作是被动技能，不同地区、不同的市场环境、不同的客群组成，就造成了我们的开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孙老师从事房产营销工作已经22年了，在我从事的20多年里面，我见过的、听过的、应用过的开盘技术方式有不下11种之多。而很遗憾我在这22年的自己的实践工作当中只用过6种还有5种我听说过没用过以后有机会一定要试验一下那么我们第1个环节开盘计划，你要根据不同的市场环境、不同的企业需求、不同的产品属性以及不同的这种客群的消费习惯和心理来制定自己的开盘计划。第2个，售楼处即将满间开放的节点我们说开盘不是一个点动词，我们8月15号开盘是那一天干的活吗？不是这样的，开盘是个时间动词。开盘前45天和开盘后15天，这60天是一个开盘季，我们又叫强销期售楼处开放和样板间开放是我们这个前宣、续客、认筹很重要的节点。第3个，价格策略及开盘执行计划。当我们有筹量了也有升级了，那么我们要开盘前7天会制定一个详细版的开盘策略，包括我们的推盘数量、价格策略以及开盘的具体开盘的形式第4个，开盘动作及复盘会。开盘那一天我们上午下午干的事情以及晚上的复盘会，及时总结开盘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为下一次开盘留下非常好的经验和准备。第5，加推动作就是2开。一般我们首次开完盘之后，有一部分人买了我们的房子了，还有一部分人有意向，但是在开盘过程当中有些内容没有达到他的这种冲动点，我们要根据这些个认筹未解筹客户制定一个2次开盘计划进行救赎，把这些个有初步意向的客群转化成我们的客户。所以2次加推动作也是我们很重要的意向转化的这个动作之一。好了，在这个章节里边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我们的首开阶段应该关注的内容。那么首开期的第1节课开盘计划的制定，孙老师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开盘的选择方式是不一样的。如何选择一个适合自己项目的、适合自己产品的开盘方式，对整个开盘工作起到的是至关重要的作用。你比如说住宅开盘是吧？我们采用的是叫定向挤压式开盘，把我们的客户放在一个大屋子里边，通过挤压摇号的方式、选房的方式，我们管这种方式又叫生孩子的方式，让客户挤压是吧？听笛曲也好，让他心烦意躁，产生消费冲动，让他狂躁通过摇号的方式产生这种幸运轮到我选房了，让他通过一个狭窄的拥挤的一个区间，通过挤压的方式挤出一阵汗来，然后选房子是吧？终于挤进来了，终于有买房的机会了，开始选吧，哪怕贵一点也无所谓。所以我们说这种挤压方式是适合产品属性趋同、购买客群量大、互相挤压产生消费溢价的这种开盘方式。但这种方式就不适合卖商铺商铺大家都知道买住宅是刚需，老百姓必须买，商铺是可买可不买，买商铺的客群都是生意人，那做生意来的，所以你这种挤压方式它是无效的，一挤它就多疑，你看抢什么呀，挤什么呀？这帮人不是我的客群呢，穿着打扮都是水客，不是意向客户他留有诈，他有疑心了，不买了，一个退全退，很有可能卖商铺挤压一套也卖不出去，老百姓剧透了。所以我们说卖商铺叫什么呀？叫庄户式开盘提前收筹，提前收钱，提前交钱，这房子归你。所以我们看我们商铺的价格跟住宅是不一样的，住宅产品驱动性比较强，是吧？6层没有买7层，7层没有买8层，成差非常小，一层10块20块钱。但商铺可不一样边铺、角铺这个功能铺是吧？异形铺
甚至很多人买商铺的人都是请了风水师拿着罗盘去看的。我就想买这3号铺，结果开盘一抢，3号被人抢走了，我不知道第二选择是什么了，懵逼了，是吧？我们说卖商铺也好，卖别墅也好，但凡单价差异非常大的，产品的位置也好，产品功能差异大的人，不能采用定向挤压式，一定是深庄户的方式，提前收钱的方式，一铺一价的方式来给客户进行有效的庄户挤压，所以我们说商铺也分社区底商和中心商业街。中心商业街采用庄户式开盘，而社区底商客群比较简单，都是小区的业主、投资客以及周边3-5公里的自营客。所以我们说社区底商的开盘是叫什么？贴靠式开盘。贴什么东西啊？在准现房的时候，贴我们的这个商业底商已经开始招商了，让我们的投资客、小区业主看到有经营户来，让我们的经营户看到有消费者出现，把投资客和自用客在一个地方。商业开街招商的一个大会上面进行有效的互相挤压，我们说不同的产品开盘方式是不一样，包括写字楼包括车位也是一样的。车位我们叫时间动词开盘，一个车位开盘交房的时候开盘要开3个月要有3批客户买我们的车位，所以我们说不同的产品的开盘方式选择是不一样的。所以希望大家了解开盘计划的制定就是要根据我们项目的特征，根据我们所处的区域客群的特征来选择性的我们制定我们的开盘计划。不同产品开盘的方式选择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标准开盘技术制定我们说黄金60天，开盘前45天，开盘后15天，这60天的工作怎么安排一个短周期的一个工作节点。第三个，首开阶段到访量及筹量计划这3个核心知识是我们在开盘计划当中需要详细介绍的。首先第一个，不同产品开盘方式选择的制定老师给大家分享过我经历过了20多年，中国的开盘方式有11种之多，我也参与过海华岛的这个开盘，号称5万人的开盘，在我组织线下开盘最多的人数是5000人，但我还没有经历过上万人开盘什么样子呢？为了参与实地考察他们开盘效果，我还买了海华岛一套房子当然了认了个仇就是为了进去看看人家怎么开盘，没解仇把钱就退出来了。所以我们说其实海华岛的号称是5万人登岛3万人集中开盘，它也是分了不同的场地分了不同的这种时间，最大的线下开盘的规模也就是5000人左右。所以我们跟大家讲一个很负责任的一个逻辑关系，线下组织开盘最大规模不能超过5000人，一旦超过5000人的话，现场很难控制，挤压现场就是无效的。不同产品开盘方式不同我们开盘方式的选择一般会关注4个核心知识内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客户量和我们的退货量，叫客货关系你客户有200个筹，你有300个房子，那老百姓说人少货多呀，我抢什么呀？每个人都买到，不着急了。那这种现象就什么？叫客户关系倒挂了，就你推的货多了，客户少了。那如果你的筹量不足怎么办呢？我们要注入水筹把自己的员工假扮的什么这个买房客植入进去，把200个人变成300个人，把我们的300个房子减少推盘量，300套减少到150套，反正做到了就是客户多人少就可以了。那我们开盘的作用是什么？房地产开盘只有房地产有，卖汽车卖手机都没有，是吧？是解决客户在期房阶段3-5年前交房了，现在要逼你买房子干嘛呢？他会很纠结很犹豫，一犹豫就交房了。所以我们必须在期房的时候也给他一个点动词，8月15号告诉我必须买房子，买不买给我一个痛快话，是吧？我们叫做临门一脚技术。但是我们认筹的动作核心做是什么？就是开盘之前让你认筹，是吧？通过认筹的方式，哇，你看我们房子300套，现在有500多个筹了，是吧？人多僧多肉少，是吧？狼多肉少，僧多粥少，所以你必须要抢，是吧？通过认筹挤压客户，同时通过认筹升级来试探客户的诚意度，是吧？升级的证明是初步意向客户的，是吧？抢着排队的那属于是高度意向的，是吧？通过升筹的这种复杂程度来试探客户，这就是我们升筹的一个核心技术第二个考虑就是我们的摇号数量要科学。我参加过几个标杆企业的开盘给他们打差评，是吧？都到12点了还一次10个人的，很多客户做了3个小时之后，他的意向度已经衰减了，他看着自己的客户一波一波去选房子，进去一波自己冷却一波，进去一波冷却一波，进去了50组了，是吧？好房都选走了，再我进去我也没有意向。所以我们说开盘上午挤压动作绝对不能超过2个半小时，一旦发现前面很多人没进去的，后边30个50个一定要把客户放进去选，
客户等的时间长了，意向度、衰减度非常大，很重要。第三个，关于选房的流程啊，首先第一个是公正公平啊，我们有些水抽，但一定要在选房环节给它屏蔽掉，不然客户感觉你的房子一房二卖，或者是一个房子有很多虚假的这种掩护啊，这个虚假销售，这是不可以的啊。第四个要关注就是关于房托的应用，老师提到了是吧？我们在进选房的区域里边去了，还有很多啊自己的假扮的这个客户啊进行一个炒作氛围，还有很多这个假扮的客户在这个选房门口啊堆积成一个狭窄的一个通道，挤一挤，让客户产生一种冲动之后再冲进去，效果很好。那么这个房托的应用不能夸张，不能失实，不能剧透啊，不能让客户看出来你是假的，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啊。所以我们开盘技术这4项关注，还是希望大家啊一定要有这个考虑的啊。所以我们说营销工作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们的第一个知识点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就是你们要合理的去了解我们的开盘技术，不同的产品的选择是不一样的。老师之前分享了啊，买商铺、装户式，当然住宅也装户。一般装户是我们是什么？开盘前1周浅装户啊，问问我们的销售员有多少个意向客户啊，是吧？几个 A 类客户，几个 B 类客户啊？通过意向度的多少，决定我们推盘节奏以及选房的方式以及我们的价格策略。意向客户多，价格高一点；意向客户少，价格低一些。所以我们说，住宅开盘前1周的装户是为了调整开盘的节奏和开盘的这种量价关系，而我们的商铺、我们的这个别墅的开盘装户是真装户，实装，提前一个月、2个月，只要你升级20万、30万，这房子给你留下来了，就提前选房了，到开盘那天只有办手续了。所以我们说装户动作也是我们营销工作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动作，根据不同的产品，我们的配置的装户动作是不一样的。讲第二个逻辑啊，就是我们的标准开盘技术的这个动作制定，叫黄金60天。一个开盘啊，不像大家想那么简单。我去了很多同行的开盘，而且我的学员里边有一半的人，我提前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都不太了解开盘的技术啊。我们说，包括有很多标杆企业啊，我之前12年、13年的时候接触很多标杆企业啊，开盘这个技术考核什么 KPI 说不清楚啊。我们标杆企业从04年接触万科的标准化，05年万通的标准化。啊，很多标准化企业都给了我们很长时间的一个传承。一个项目开盘考核 KPI， 第一 KPI 一定是解筹率。啊，你看有些标杆企业一次开盘解筹率10%、15%都不到，来了3000人抢购300套房子，这种方式是完全错误的。啊，我们的房地产销售是长周期销售，跟卖汽车、卖保险是不一样的。啊，你看，比如说啊，我就说一家企业啊，一个标杆企业，不提哪家企业了。啊，18年我去参加他们的这个培训，跟他们说你们的开盘啊差评，啊不对，我说你们开盘考核 KPI 是什么呀？开盘我们考核的是销售额，孙老师，是吧？啊，谁卖多谁是第一排听课，20亿的第一排，第2排15亿的，第3排10亿的，卖了3000万的最后一排。我说这是错误的，啊，我们这个行业啊，考核开盘 KPI 什么呀？解筹率，解筹率越高，证明这个企业核心价值越有保障，不是说抢购啊！我说你们公司开盘来3000人集500套房子，现场氛围非常非常的混乱，这个铁马都挤倒了，买不着房子，老百姓哇哇哭，是吧？做一个非常爆的一个爆炒宣传，是吧？我这个逻辑在房地产是行不通的。我说以前你们是做家电的，是吧？卖家电怎么卖是可以的，是吧？苏宁国美家电城，是吧？明天开业，我们搞1块钱冰箱10台，1块钱彩电10台。1块钱微波炉10台，大家抢一抢，是吧？抢到抢不到，老百姓无所谓，凑个热闹回家了。因为什么？他来一次跟你短接触的。我们卖房子可不是这样子的啊！客户从3个月之前就开始关注这个项目，2个月之前售楼处开放就来，是吧？售楼处开放认需筹，样本间开放认实筹，产品说明会也参加，来了5次了，是吧？把自己一生的幸福生活全部压在这个开盘上了，没买着房子，客户的逆反心理是很严重的。你伤了我的心了，以后没有朋友了，是吧？来你这儿，路过你这儿，绕着走，这地方伤心地，就跟谈恋爱是一样的，是吧？男方女方2个人见个面了，第一次没谈成，分手了还是朋友，是吧？男方女方谈了3年了，我驾照都给你过去了，最后你说你不娶我了，是吧？那咱俩就没得朋友做了，打官司成为敌人了。所以我们的房地产是一个贵资产，而且客户在期房阶段长时间接触我们产品，跟我们产品发生感情了。一旦出现房子我们没选择的话，他立马就翻脸了。
所以我们说解筹率的核心是要控制负面舆情。但是就像我像上述那个项目一样，来了3000人买500套房子，只有500个人满意了，另外那2500人骂着街就回去了，在社会上给你做负面的宣传，这个项目抽遍街了。我就跟那个企业说，我说是你们这110个营销一把手啊，跟老师互动一下，你们是不是只卖开盘啊？开盘后1个月，项目1个人没有了，说见光死。孙老师，什么是见光死？只会卖开盘，没有续销。我们这好像是这样，就开盘卖房，1个月之后没客户了，只能2次开盘再来。所以你们的营销是错误的。那么造成见光死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没有做好什么舆情处理，让这些没买到房子的人，大量的房子流到社会当中去，说我们的差评去了，造成了一个范围之内的社会负面舆论，是吧？所以我们说解筹率的核心，第一个考虑就是要屏蔽负面影响，让那些没买房的人稳定情绪。后边还有嘛，加推可以来关注嘛，是吧？摸清未解筹客户的原因，他为什么不解筹，这是我们开盘的最重要的核心技术。不是说卖多少货啊，谁会买？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谁不买？为什么？摸清楚了。我们通过批次解筹的方式来让客户转化我们的客群，这才是真正的营销。所以开盘它不是时间动词，不是开盘那一天上午干的活，开盘下午还有一个动作，开盘后7天有个客户答谢会，开盘后15天有个加推动作，通过4次接触客户，弄清客户为什么不买，然后依据我们后面的推盘节奏和价格，让客户这些不满意的房子的客户买了我们的房子，这就是我们的开盘。所以大家记住一点解筹率是我们的考核的关键。一方面要屏蔽负面情绪，第二方面，你来3000个客户，客户都是你花经销费用来的，你卖500的房子要1000个就可以了，来了3000，另外2000，经销费用浪费了。所以我们从大江南北所有的标杆企业，几乎90%以上的标杆企业都知道，考核一个项目开盘的 KPI 是解筹率。万科不能低于60%，万达不能低于65%。西南王张泰不能低于55%，就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对解筹率的一个明文的一个考核标准。但是能来100个筹就解65个吗？不是一天上午干的，我下午也解筹啊，是吧？我7天之后客户答谢会再解1次筹啊，是吧？越解客户越明晰，根据他们的意愿，客户都明了，我给他的价格推给他的产品推给他就可以了，后边有的是房子呀。所以我们说开盘是不断试探、不断调整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点动词。这就是要考核我们的操盘手的操盘能力了。有的操盘手跟我说：“哎呀，孙老师，这个开盘上午客户继续选房，选完房都出去了，说我没有机会跟客户交流啊。公司给我这营销总监1个点的优惠，处理这个额外事件，而且还有3个点的价格浮动，这些优惠策略我用不上啊。”我说：“哥们儿，你是不是开盘下午那个扫尾动作没做呀？”孙老师，开盘不是光上午半天吗？中午人客户都走了，怎么下午还有阶段？我说你这个不称职啊！我们下午动作，南方叫打野，北方叫扫野。下午3点还有一个内部开盘了，把上午那些意向客户、有意向的没抢到房子的人，让他来售楼处2次选房。这个扫尾动作你没做吧？哎呦，孙老师没做，不好意思，下午庆功宴喝酒去了。大家记住一点营销工作是个不断试探的一个过程活动当天千万不能有任何庆祝活动。上午是把那些个对我们的价格满意的客户杀掉的，那还有一部分对产品非常满意，就是差了这个开盘这100-200块钱不买我们的房子的人，下午一定要把他邀约回来2次斩杀，这个技术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说一次开盘我们提到的就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是60天的时间的工作我们说第一个，开盘前45天，黄金45天，就跟烧水一样，持续升温直到水开不同的项目烧水的方式不一样。你看住宅3次接触就可以了，15天1次，而商业上节课老师讲过了，是吧？一个万达综合体开盘前同样还是45天，要6次以上接触客户，要9次接触，干嘛呢？客户容易散失，买商业的客群非刚性需求，你不骚扰他背后把钱投股票去了，开厂子去了。所以我们的频次要比住宅频次要高，是吧？住宅在屋里做水，而我们商业就好像是在户外做水一样，它的热散失会很大，所以我们要持续的扔柴火才能烧开定向开盘以消定产，你有多少筹就要推多少货，你的推货量和客户量一定是正常的，就是我们叫客户关系，客户的比例和货的比例是1.5比1，这是一个我们行业的行规。你有300个筹推200套房子，这个效果是最棒的。你说我2比1可以吧？这个原则上也可以让200个人抢100套房子。你要说5比1、10比1的话，你的客户浪费了，而且不买房的人还给你做负面宣传，这个项目后面的续销风险会极大第四个，开盘后15天才是成功的关键。
就是有很多同行都不知道开盘下午干什么，就更谈不上客户答谢会以及我们的加推动作该怎么做。一般我们这个开盘从上午9点开始到下午的9点结束，这12个小时我们要做4个工作，给大家讲讲开盘那一天干的事情啊。上午9点到12点啊，我们摇号选房，选完房结束了，认了200个筹，买了80套，那还有120个，他们不是没有意向，只是在选房那3、5分钟的时候他犹豫了，要不楼层没有了，户型没有了，是吧？心仪的房子没有，要不然价格贵了，他不是没有意向，只是没有达到100度，水没开。那么他离开售楼处12点结束之后了，他热度会逐渐散失，直到什么时间呢？黄金48小时之后，完全对你心冷。所以客户离开的时间越短，你救出的机会越高。所以一般我们在12点到1点半，中午这90分钟一定要稳定客户情绪，要做一个双90战略。什么叫双90啊？这90分钟要打一个90秒电话给每一个未记住客户，稳定情绪啊。这王姐买房子去了，是吧？跟老公去选房去了，是吧？销售员说了啊，选房只能派一个人代表选，是吧？王姐说你去吧，我心理素质差，这么多人抢房子我不行，我心理素质差。老公说我才不去了，说家里我说了不算呢，是吧？你去吧，我不去。老婆说你去吧，相信我啊，家里有老人，就买8层以下的房子，是吧？就1万块钱买。结果摇到他们家了，去了，第3波进去了，一会儿电话响了，啊，夫人，有个好消息和坏消息，你要听哪个？王姐说这都什么时候还跟我斗呢？是不是？好消息什么？坏消息什么呀？坏消息是8层以下都没有了，前面40个人全选完了，是吧？就剩一个9层了，买不买？是吧？9层是10500，多500块钱。王姐犹豫啊，你再看看，怎么会没有呢？看别的楼有没有这个户型啊？正犹豫着了，时间到了，99度差一哆嗦，给他们再打一通电话，再犹豫1分钟就买了。我们这个定向挤压式开盘，其实是挤压我们那些个有钱人，让那种高价值的客群买了房子了。那些个犹豫型的、差一点价格的人被我们排除之外了。那么上午是追求溢价的，那么下午扫的客就是追求跑量，把那些个犹豫的、便宜200-300块就买的人，通过我们的开盘优惠再去救赎，是我们开盘的逻辑。所以我们他离开售楼处之后，我们要想办法邀约他再回到售楼处。这时候王姐和她老公加上孩子非常郁闷，是吧？回家路上面就在那争吵，是吧？家里边不开心了，房子没买到啊，心里不舒服啊，是吧？埋怨为什么不买房子？老公说你不说的吗？超过1万不买呀、这房子10500，超500块钱，是吧？100平米才5万块钱，怎么挤不到这个事情？贷款1万多块钱，是2个人争吵。说孩子说妈妈要吃饭，饿了，啪，一个大嘴巴子过去了，还吃饭吃个屁！说房子没买到，幸福生活都没有了，还吃什么饭呢？孩子哇哇哭，是吧？现场氛围一片狼藉。这时候销售员出现了，给他一个软化的一个关系，一个台阶下，不要关注内部的矛盾了啊，把这个生活还要继续做一个老好人，软化情绪，把我当成你的朋友。这时候他会交心跟你说，所以90秒电话很重要，前45秒稳定情绪说 sorry， 打电话，王姐 sorry 对不起，哎，别吵了啊，听小孙怎么说。王姐，您是人民教师，是我们最忠实的客户，是吧？我们领导说了一定要照顾您，结果上午人太多了，没有服务好您，是吧？这么多客户来抢房子，所以您没买到房子，是吧？对不起 ，sorry， 代表我们李总跟您说声 sorry。下午您务必返回售楼处，我们李总要亲自见您一下，送您一个开盘礼，啊，跟您说，不管您买不买房子，都是我们的优质业主，啊，我们以业主的身份规格给您服务。这王姐带着一肚子情绪，下午跟领导诉苦，给个老师一个台阶，给他1点优惠，10200，把这房子再卖给他。所以我们说，其实开盘上午我们错过了很多有意向但是犹豫型或者对价格敏感型的客户啊。我们下午再次开盘救赎，把你那个项目总监1个点，让经理总监来谈判，转筹率还能提升10%到15%。上午卖80套，下午可能卖10几20套都有可能，甚至有很多可能性，就下午卖的比上午卖的还多，这种现象我都遇到过。啊，所以大家记住一点，千万不要放弃这些个没有选房的客户，他们只有99度或98度，稍微再给他一个机会，啊，就能转筹。啊，如果你现在不接触他的话，把他放凉了，他对你产生憎恨了，赌得起买竞品项目去了，此消彼长，成就了精品。啊，第二个45秒，一定要问清客户为什么不选房子。王姐，您给我说个实话，是吧？咱们这么有意向，房子价格也不错，楼层也不错，你为什么没买呀？这个时候，这个王姐就跟那个高考的孩子之后一样，她跟你实话实讲了，因为已经都结束了，我可以跟你袒露心胸了，是吧？小孙跟你说个事儿啊，这王姐家里有老人，买房子不能太高，是吧？有个9层犹豫了，是吧？我们想买8层以下的，万一没电梯了，电梯没电了，老人下楼还挺方便。啊，原来王姐是为了什么？楼层不买房子，
打电话问刘大姐，刘大姐是因为什么？是吧？户型自己喜欢那个户型没有了，是吧？问李阿姨，李阿姨是因为价格超1万不买，多100也不买，把这些个120个未解除客户信息收集起来了。1点半结束之后到3点之间，客户返回来之前，是吧？一定详细的了解客户的这种需求，然后由经理总监1对1的进行定向斩杀。所以我们下午的谈判，领导参与，给客户面子，同时谈判的这种专注点是更加的专一的。我们很知道客户的需求了，那么配置我们的优惠啊，以及后期的房源是很容易转化客户的。所以下午这个打野动作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转化率是非常高的。只要他下午能来，一般转化率50%以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放弃未解除客户啊，这是我们营销的一个特征。那么开拍后7天，我们常规有一个叫客户答谢会的一个节点啊，有很多操盘手不知道这个节点是干什么用的啊，非常的这个遗憾啊。客户答谢会我们叫2开技术，就等于2次开盘啊。客户答谢会不是给买房客户答谢的，有很多这个操盘手认为从字面上讲，哦，是不是我们开盘卖了80套房子，要给80套客户做个答谢会呢？不是这样的啊，我们的规模是跟开盘是一样的啊，是以客户答谢会的名义，要把那些个解筹客户和那些未解筹客户一并邀约过来，搞一个200人规模的一个活动，是吧？这个活动有4个核心技术。第一个啊，催回款，80个买房子了，是吧？哎，刘大姐啊，开盘1周了啊，我们搞一个老业主联谊客户答谢会，你得参加来呀，是吧？啊，暗示阿姨7天了啊，该来交钱。阿姨说放心吧，小孙一定去，带钱去，哎，必定80个人交钱。第2个核心技术，激活老带新啊，活动当天总监是台上讲啊，各位业主朋友们，感谢大家的到访啊，这个从现在开始开盘优惠3个点没有了啊，所有项目你们的产品啊，每个人的房子升值10万块钱了，是吧？从现在开始老业主有个优惠啊，带新朋友来买房子有1个点优惠啊，你们谁带回来奖励你们1个点，同时新客户还给1个点。哎，这个老业主第一个，我赚了我的亲戚朋友的10万块钱，比他们便宜10万，而且我带他来，我还能给他3万块钱的优惠，他要记我好。所以的话呢，老业主沾沾自喜，愿意炫富。中国人很内敛啊，没有说老百姓上午买房了，下午主动打电话给亲朋友，我买房子了，我显摆自己，穷显摆没有。但是他也希望通过把自己的这种成功的喜悦升值，通过亲朋好友证明自己有价值。所以我们说开拍后1周激活老带新，效果是最好的。是吧？我们通过开盘下午的活动，是吧？把这些未解筹的王阿姨，是吧，也请过来了，是吧？说过了，开盘说你是我的 VIP， 不买房子你也会按照我们业主的身份参与活动的。正好赶上业主答谢会，是吧？请王阿姨来。这王姐来了之后，在售楼处里边啊，不敢说话，是吧？别人都买房子了，自己就一个没买房子的，实际上一大部分都没买房子的，是吧？压力非常大，稍微给个台阶，算了，别费那劲了，我也买吧。有钱都准备出来了，7天很容易转化，是吧？我们把这个未解筹的这个老带新的政策啊，适用给这些意向客户。王阿姨，您出来啊！我们李总说了要照顾您，是吧？李总说了，这回啊一定给您一个优惠，给您做个假老带新，再优惠1个点，开盘1万块钱卖给您，哎，再打1个折，是吧？在这么大的压力情况下，这个未解筹客户很容易啊解筹，是吧？啊，然后再让我们的买房客户教育未解筹客户。我们请周阿姨讲2句好吧？为什么请周阿姨啊？周阿姨开盘当天非常的这个情绪化，见谁都道喜，是一个热心肠。说阿姨说没准备啊，小孙不用准备，上来讲2句，都是自己人，都是邻居，怕什么了？阿姨在台上这么多人看着自己，一会儿说2句老泪纵横，哎呀，终于买到他们家房子了，好房子呀，大家好好过活100岁。哎，利用买房客户给这些未解筹客户上一课，教育他们啊 ，look like 模仿消费。所以我们说客户答谢会啊，是2次救赎最好的机会啊，让我们的买房业主去教育这些未解筹客户啊，给他一个额外的优惠，再打1个折。所以大家记住一点啊，买同行的房子不是开盘最便宜啊，开盘后7天还有2个优惠，一个是总监的一个现场处理事情的一个优惠，还有一个就是老客户老带新的优惠。我买了很多房子都是不是开盘当天，买同行都是开盘后1周，比开盘的价格还能优惠至少2个点啊，这是一个小窍门。那么开盘后15天，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啊这个加推。那么这个加动作等于是2次正式对外开盘啊，是我们的整个客户的清扫，会有3批客户来参加。第一批客户就是第一次开盘未解筹的客户，根据他们的需求定向把我们后期的产品推给他，让他们先到先选，不要再挤压了，逼了3次了，再不逼就翻脸了，是吧？你需要楼层的你先选，你需要价格你先定，把他们清扫了，客户都明了意向了，是吧？转化率极高。第2批客户老带新，7天了，
老业主80个人带了80个人买房子，第3批开盘当天进销5个亿，来了广告看的新客户，再杀一遍。所以我们开盘周期这15天的周期，你的业绩组成是由开盘上午80套，开盘下午扫野20套，客户答谢会30套和加推动作20套，加计块140套，最后解抽率70%。所以我们说开盘它是套逻辑，它是一个时间动词，而不是开盘上午3个小时干的事情。但是这个逻辑我问了很多同行啊，过去10几年赵宝接班时期很多同行都知道，但是现在问了很多年轻的操盘手，对开盘技术啊了解的少之又少。有很多99度的客户在这手里边啊到嘴的鸭子，由于你开盘技术没有后期骚扰他，没有给他台阶下，赌气买了竞品项目啊，把我们自己的业绩拱手让给了同行，非常可惜啊。对等原则一定要保证跟客户的对等，第一次解筹销售员来解，下午一定要经理来谈，是吧？客户答谢会要总监跟他要参与，所以一定要保证多频次的让更高领导人给客户施加压力。最后一个就是永远买不到原则，保证每一次开盘都报销，每一次开盘报销，养成一个习惯，实现为市场追捧的这么一个明星盘啊，这就是我们说开盘的一个核心逻辑啊。那么我们给大家讲啊，开盘当天最重要的核心技术就是要什么？及时搜集，用的这个词不是错别字啊，不是收纳的收，就是搜啊，要主动的去获取客户未解抽的原因。就是我经常强调一点啊，开盘的核心不是我们把指标完成。作为一个操盘手，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我们开盘的考核你是否专业的核心，就是你能不能知道谁买了房子，为什么买，谁不买房子，他为什么不买啊？未解抽客户的信息是我们衡量自己专业户的一个专业能力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啊。未转抽客户信息和原因的确定，未转抽客户及时的安抚和措施，未转抽客户的2次邀约到访的计划，这3个内容是在开盘下午必须要做的啊，做的越及时，你的转化率越高。做一个总结啊，我们说开盘60天的黄金期，依次开盘，考核开盘成功是与否的第一 KPI 是解抽率，能够实现高转化率是我们营销的一个核心技术啊。而且你看，我们经常开玩笑，在万达时期，我们每个月啊100多个营销精英了啊，万达选的人都是优中选优。你看我进万达那时候高管面试09年是吧？这个我们总裁面试我2周面试了29个候选人，只留下我1个人，我是啊，中国候选人里29个营销1把手里边最出色的其中之一，但我进万达的业绩几乎平平，啊，这中国万达把很多的这种优质人才放到一起，横向 PK， 我们每个月见一次面，有个小赌博，啊，当然下个月谁开盘，下周谁开盘，啊，我开盘卖什么？卖商铺，卖75套商铺，写上啊，王总75套商铺，我卖150套公寓，好，写上150公寓。那个时候我开盘卖住宅，卖270个住宅，写上270住宅。最后开盘之后了，误差上下不超过5%，这是优秀的操盘手。你能够干预，能够事前判断市场，能够通过庄户方式能了解客户的需求，精准开盘，精准庄户，这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啊一个核心技术。我们经常开玩笑的说靠天吃饭，实际上这个天气环境下，我们是也能够干预天气预报的，我们是可以能够通过自身的技术能力，能干预客户的这种到访和成交转化。其实无非就是啊筹量解抽率，是吧？你的量价关系，客户的挤压逼等效果，你对客户了解程度。其实我们工作做细，我们是能够控制营销的不可控性，这就是我们说专业和非专业的这种差别啊！希望大家要做到啊有的放矢展开工作，通过工作的细部去了解客户的意图啊，有目的性的引导客户消费。我们的营销工作最高境界就是可控性，你控制客户什么时候来他就来，什么时候花钱就花钱，这才是真正的营销啊！靠天吃饭，靠撞大运来卖房子，那你在这个行业没有发展和争胜的方式。买了房子为什么买？不知道，一问三不知。买房自用投资不知道，买房是给孩子买给人买不知道，没买房子为什么不买也不知道，价格贵吧，产品问题吧，竞品问题吧，找了一大堆原因，是吧？不采纳所以采纳了反而到事半功倍了，事倍功半了啊，事与愿违了。所以我们大家记住一点啊，就是我们的营销是个严谨的工作，它是门科学。虽然我们不能给它写成一本书啊，写成什么这个做成课件教给大家，国家是不提倡我们这个行业的啊。我去年写了本书啊，国家不允许发表，是吧？找了出版社、中信局不出版不了，最后我们换了一个民盟的出版社出版了《决战暗场》这本书，是吧？写了45万字，删了9万字，一些个逻辑管理嵌套的，是吧？相对说给客户进行头脑洗脑的这些个这个文字是国家不允许你出版的，删的9万字全是科学，全是精华。是吧？我们这个行业没有什么认证体系
你干3年，我干30年，我还是个员工，退休的时候就是一般员工，没有高级职称。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啊，就是这个行业水很深，会干的和不会干的差别非常大，希望大家要多学习啊，有时间可以啊买一本我的书看一看，《决战暗场》这本书很有价值啊。好了，讲讲第3个核心技术啊，首开阶段到访量及认筹量计划。老师讲过了啊，营销我们有个特殊的技术叫开盘，开盘前还有一个技术就是我们的认筹。卖汽车呀，什么卖手机啊，卖安利、卖保险啊，都不需要这个技术，但唯独地产有这个技术。核心就是房子不好卖，我们是期货交易啊，卖期房，而且是大宗交易，老百姓毕生的收入以及未来30-50年贷款全部压到这个保上啊，所以客户很纠结，所以我们要采用认筹的方式捏合客户，同样以升筹的方式去判断客户的意向，来决定我们的推盘量以及量价关系。所以我们说首开阶段到访量及筹量计划是我们营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计划，通过它来验证过程推导我们未来结果是什么样的，不要等到开盘之后再判断，客户就已经晚了，一定要事前干预啊。那房地产销售为什么要开盘？开盘为什么要认筹？老师讲过了啊，开盘就是一个什么临门一脚技术，就在客户长期的观察产品犹豫的过程当中，给他一个点动词，到8月15号了，你必须要告诉我买不买，是吧？开盘前认筹的核心就2点，第一个通过认筹挤压逼定客户，让他知道哎呦筹多是吧，产品少，产生急迫感，通过认筹捏合住客户，让他持续关注我们的产品，逐渐升温直到水开，通过认筹升级动作让我们去试探客户，是吧，诚意度他的满意度，来确定我们的推盘策略以及价格策略。所以我们说开盘和认筹是我们地产营销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技术，给大家讲一讲啊，开盘和认筹。那么认筹的核心技术啊，认筹其实就是通过认筹方式去确定客户的意向啊，通过升级方式去确定客户对价格的敏感性以及对产品的满意度啊。2次认筹是常规动作，但不是绝对的。有很多同学问孙老师，什么项目1次认筹，什么项目2次认筹啊？什么项目3次认筹，升2次级啊？我说没有绝对的啊，其实你这个项目操盘手决定是1次还是升级还是3次，核心就是看你对客户的内心把握是否准确，准了1次就可以开，不准的2次、3次、5次都有可能。所以我们说认筹其实就是不断试探的一个过程啊。筹量指标设计要合理，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筹和我们的货的关系，筹少了解筹率低，筹多了客户有负面情绪啊。大家记住，一定记住一点，就是筹量一定是科学适中是最好的，筹量关系与货的关系1:5、1.5比1或2比1的关系是最好的啊，不能超过这个区间。那么通过我们的客户的到访频次加上我们的认筹频次来判断客户，就是我们认筹的一个核心技术啊。通过我们的筹量的这种到访，通过认筹销售员跟客户的交流来判断客户的认可点、疑虑点、对比项目、必定技术啊。通过认筹的过程给客户进行良性挤压，产生信息不对称，让客户按照我们的逻辑关系最后进入到我们的伏击圈买我们的产品。所以我们说营销的逻辑嵌套是我们房地产独有的这种营销技术，就好像电视直销一样，如果你看前3分20秒，就是我们200秒理论，前3分20秒你对这个产品没有兴趣的话，你再看5分钟10分钟你也会无效的。一般一个电视直销给大家展开讲一讲啊，电视直销它是如何通过200秒理论让一个看电视的人产生消费冲动的，跟我们的认筹开盘道理是一样的啊。你们如果按照孙老师的逻辑，你们再看电视直销，你们绝对不会买他的产品啊。电视直销也分为3个阶段啊，产品展示、认筹和开盘，跟我们房产是一样的，是吧？假设现在就是一个电视现场啊，各位电视机前的好朋友们啊，大家下午好，我是孙晓东老师。今天呢，推荐给大家一款锅，高压锅。这个锅价值1890，这可不是一般的锅啊，这个锅很厉害啊，德国的品牌，德国双立人啊，最好的锅，世界的最好的厨房用具的品牌，是吧？200年历史了啊，德国的钢。冷压钢，这个钢密度非常大，这个钢啊非常好的钢，而且德国的技术1次成型高压锅，这个锅压力1000吨也不会炸，是吧？最好的锅，最安全的锅，这个锅值1890。这时候看电视的10万老百姓绝对不会这时候这锅不错，花钱买吧，扫码，不可能，是吧？但是我讲的前1分钟的这个使用功能，它的这个德国的品牌、德国的价值、德国的技术，已经在脑子里边，大脑皮层叫 ROM 系统，叫暂存器系统，已经记录下来，是吧？第2分钟，
啊，各位电视机前的好朋友，今天你们赶巧了，今天赶上这个品牌220年的店庆，是吧？你的一辈子只能赶上一次220年店庆。我们请到了德国的总裁 Peter 先生给大家见面，哎，出来个老外是吧？给我唱对手戏，是吧？大家好，我是德国人，是吧？我们带来这款锅啊，价值非常好，而且给大家带来大礼包，是吧？但凡买这个锅的1980啊，我送你价值5000块钱的，是吧？德国的刀具品牌的这个厨房用品，嚯！花2000赚7000，哎，打的人性什么东西呢？贪，每个人都有。佛法说贪嗔痴嘛，是吧？每个人都有贪欲，是吧？这么好的锅啊，它值1980，我花1980，我买一个东西还送我5000块钱的东西，但凡赠品比售价贵2倍，人就有贪欲。那么第3分钟出现了啊，铃音背景响起了。现在给大家讲个事情啊，就剩下50组了、40组了、30组了，是吧？背景音、铃音全有了，赶紧买，不买就没机会了。你扫码交钱，这时候电视没电了，砰，关了。你拿着手机伫立在风中，此时你想的是，这东西没有用啊，买它干什么呀？这就是电视直销。我们通过产品功能的植入，通过性价比的促销力度，通过挤压开盘氛围，让你产生了一种消费冲动，这就叫潜意识挖掘。就中国很多营销套路嵌套都是围绕这个逻辑的。但凡我们用3个战略2个转折点，几乎客户找不到北了。所以我们说国家是不太愿意去宣传我们这样的老师的，不太愿意宣传我们这样的技术的。所以我们这种老师没有讲师证啊，属于误导消费的这种嫌疑的范围之内啊。所以大家记住一点啊，我们的认筹技术是门科学，一定要遵照公司、遵照领导的意图，要深入的装户，给客户详细的介绍，参与认筹。只要筹量能确保了，转化率一定能确保。那么认筹我们有2种筹，一种叫虚筹，一种叫实筹。虚筹就是1000块钱、2000块钱的筹，实筹就是1万、2万甚至10万、8万的筹。那么虚筹看量，一般我们的初期收入开放的时候认虚筹，是吧？结合收入开放，好多人认了个筹，是吧？凑个热闹呗，反正能退。但是筹量一上去了，你心态就发生变化了。哟，这房子卖500套，认了2000个筹了，这么多人抢啊，我也得抢。哎，人和人之间就产生了一种攀比，越以这以别有资源的这种心态了。所以我们利用这种方式，需筹量要大。那升级的时候要挤水，有钱没有验资，是不是有意向没有？这个价格3万块钱房子你买得起买不起？升级的时候要测试你，要花10万8万证明你有价值，所以才把你放进去。所以我们说虚筹看量，实筹看质，这是我们核心的一个逻辑。所以在一个售楼处的动态管理的过程当中，不同时期管理项目的筹量的指标是不一样的。初期收入开放期，是吧？每个销售员必须认10个筹，是吧？到了样本间开放期了，要挤水了，剩下升级的人啊，升级的筹，每个筹2个筹必须要转化1个买房子。所以虚筹的时候追求的是规模，实筹看的是什么？客户质量，这是很重要的。原则上是越贵的产品折腾客户的频次越多，这就对了。所以大家记住一点啊，我们的筹量技术也是在不同时期动态管理的，要科学设定，要科学管理。那么给大家讲一讲，如果我们的到访量不足了，我们如何去屏蔽这些技术啊？如何去屏蔽不足带来的这种筹量不足啊？300个房子来150个筹，那可不行啊！客户一少了，是吧？他就什么旗儿着卖了，是吧？客户多的时候我们可以旗儿着卖，客户一少了，我们就追着客户了，上赶的不是买卖，客户就不着急了。所以关于到访量不足，我们有一些措施给大家简单读一读啊，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课呢不是相关的专业技术课，只是给大家讲一讲有这么个技术就可以了啊。第一个，关于浮漂的设定啊，你必须要提前知道这个客户不足了，你不是说我2个月的认筹期，我到最后2天发现哟筹不够了，怎么办？没时间了，再想加动作就没有用了，必须要在需筹阶段的时候，一般我们是7天一个浮漂啊，在开盘前之前的话，我们3天一个浮漂。关于浮漂的设置是很重要的提前知道筹量已经不足了利用节日做大节点增加续客，增加到访量，用营销费用换人头，组织看房团各种看房团大张旗鼓的搞，把暗场做的风雨不透，好多人挤压来逼定它的升筹率，提高筹率问卷调查威力很大，延长时间影响展示时间，把后边的这个开盘节点和我们的这个升筹动作往后延，就用时间换空间。这如下6个技术是我们平时在到访量增加方面常用的技术，大家可以尝试试一下开盘认筹是房地产营销的独门秘籍，是房地产营销的期房销售的标准动作，是有效挤压客户、有效摸清客户承受力的和认同度的重要手段。
所以希望大家要掌握好我们的开盘营销节点，结合售楼处开放、页面开放这样节点，把我们的认筹及升筹动作做足。只有筹量保障了，你的解筹率才有基础性的保障。好了，我们这节课就给大家讲到这儿啊，给大家做一个下节课的一个预告啊。我们第二个核心技术就是售楼处及样板间开放的节点，老师提到了，一般都是售楼处开放认虚筹，样板间开放认实筹。那么这两个活动有什么我们需要关注的呢？我们说这两个节点是我们开盘前最重要的接触客户两个节点，一般客户是必到的啊。那么如何去做好这两个活动，给客户进行有效挤压，是我们首开期需要非常关注的核心技术。我们下节课给大家详细讲解。我是孙晓东，我们下节课再见。